大家好，比特币12万美元支撑给了几天，没想到价格还是回来了。那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判断？有朋友是问这一次盘整会不会守住12万美元？估计有些朋友可能是给的支撑在做多，以及大长线的利润，等下来聊一聊。我是感觉不要因为一根下跌就怕了，反正比特币目标我还是看涨30万美元，以及以太坊4万美金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前面几天比特币给了一个支撑位12万美金。也就是当时在这个位置盘整区间高点的位置，那现在价格跌下来，距离我给的这个支撑就500美金附近啊，或者是有几个朋友好像是有在做多，不过我是没有在做多，因为该做多的低点这个位置在做多，那现在价格又开始盘整，我也猜不准它到底会不会继续进攻，有可能这个位置现在是在盘整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交易所钱包余额，如果这一个比特币交易所钱包余额数量一直在下降，比如说前面1年2年，绿色的这个在下降，那价格一般就是往上涨的。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最近这个位置比特币交易所钱包余额是从212万枚，短期好像是有增加了接近7万枚的比特币。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啊，因为从其他的链上数据感觉资金还是一直在买入啊。那或者如果这个数据对的情况下，短期价格涨多了，我是希望朋友们，你如果是新进场的投资者或者新的资金要操作的话，控制好自己的头寸，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比特币价格涨到接近这个盘整区高点10万美金附近的时候，短期交易所里面的比特币数量增加的情况下，有可能代表有一部分短线的筹码，它可能是转到交易所去卖出，后面价格下跌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那现在一根下跌要担心吗？有一些空头是认为这个位置比特币高点它是一个空头的吞噬，但是我的观点，你去看一下链上的数据哦，10月7号，也就是这一根下跌亚太时间8号早上收盘的时候，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是再买了1800多枚的比特币。那或者日线的图表一根下跌，其实支撑已经给了，你可以去留意一下明天收盘的时候，或者是现在的蜡烛它已经在多头抵抗，或者是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去观察收盘，只要是多头抵抗，不排除这个位置比特币价格涨多了，有可能是在继续蓄势，然后继续爆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 ETF 机构最近的动向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旗舰级的贝莱德 IBIT 10月6号的时候是再买了接近10亿美金，或者是其他的机构的 ETF 全部都没有卖出的，我感觉机构是继续在疯狂。以及我们看一下以太坊 ETF， 或者是其实最近也是有一些资金在买入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周线的图表，为什么希望很多朋友不要去看空比特币？你如果看空比特币，那是不是代表其他的山寨币你完全就是在看空？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的时间，这个位置是在10月份左右啊，可以留意一下它前面长达2年左右的底部，当时的这个高点以及这一个高点，或者是这一个转折区的高点，后面底部颈线被突破以后，当时以太坊是在回撤这一条颈线的支撑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同样的以太坊长达几年的，或者是这3个高点底部的颈线，在这个位置突破，时间回撤这一个颈线的支撑，时间跟当时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的像。那你去看一下，后面以太坊是从大约300美金左右涨到4800美金，涨了超过10倍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比特币目前牛市没有结束，因为后面比特币再上去的话，很多的山寨币涨幅有可能会超过比特币。如果以太坊这个位置再上去10倍的话，有没有可能这一波牛市目标4万美金？
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来观察一下狗狗币，也就是从底部上来的这一个 N 型的结构。其实当时这个高点是已经突破了，所以后面回撤大约是在 0.21 或者是 0.22 做多。我的观点是有利润尽量持有啊，因为你可以去看一下狗狗币在2020年当时底部起来的时候，也就是这个高点，它突破这个 N 型的时候，也是基本上全部跌回来，但是在这个低点的位置后面支撑在这一个 N 型的支撑上，然后后面价格上去的时候，你去留意一下，它涨多少，这边是继续洗了 50-60%， 或者是再涨多少，这边继续再洗了 50-60%。 所以目前的位置我感觉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上去下来，你要耐住这种大幅的波动，主力不把散户洗下车，后面怎么可能会有，或者是包括以太坊，后面怎么可能会有这种5-6倍甚至10几倍以上的上涨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图表，我们再来巩固一下大长线30万美金，因为机构既然喊出来了，短线其实它要价格盘整那也没办法，但是整个大长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2年乘数指标。2022年的时候，当时跌破这一条绿色的线，它在这一个绿色线下方盘整的时间其实可以看出来，也就是目前来回顾的话，就是2年之前，估计美国那边的机构，因为后面不是美国 ETF 上市，包括现在美国也是在支持比特币。那我们现在去回顾之前的这一些蜡烛图表，那就很肯定当时的机构是有多疯狂，在这一个底部的位置是疯狂的清洗我们散户，而且时间是16个月的时间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比特币底部的时间，2019年的时候，当时跌破这一条绿色的线，它在这一个绿色线下方只有5个，而且2015年的时候跌破这条绿色的线，然后后面重新返回到这个绿色的线，它的时间是12个。所以这一波牛市有机构在操弄这个比特币，在底部的时间是更长。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后面17年的时候，肯定会涨到这一条红色的线，甚至高于这个红色的线，才是比特币的顶部。以及我们看一下2019年的时候涨到接近这个红色的线。那现在我的观点是，反正这一波牛市既然牌子都已经明牌了，美国都已经明牌了支持比特币，反正我的观点是，你尽量看一下这条红色的线，它的价格是36万美金附近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对我们。